德基热杀到我们小区了，有1例确诊，大家还是多注意蚊子。得了这个病，全身关节疼痛还是挺吓人的。7月29号，佛山出动大批武警灭蚊。有网友说，军队都出动了，感觉有点严重。截止到7月25号晚间，中国广东佛山市鸡红肯亚热疫情持续加剧，确诊病例已经累计达到4017例。有专家指出，这次病毒传播速度极快，尚无特效药或疫苗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处于易感状态。随着病毒的扩散，佛山又开始做核酸，不少市民排队抽血。当地政府还启动了大规模的防疫灭蚊行动，部分社区采取极为强硬的手段，包括居委会未经居民同意强行进入住宅，擅自更换门锁，甚至对拒绝配合的检查住户实行断电。很多网友感到震惊，纷纷地表示，仿佛又回到了新冠疫情的那3年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新闻。佛山肯亚热是不是已经超过了4000的病例？你像新冠的话，它主要是攻击人的肺，那肯亚热的话，它主要是攻击人的关节。如果身体不好的有并发症的，这个就更难说了。完了，兄弟们，疾控肯亚热病毒已经传到北京了，家里有老人、小孩、孕妇、宝妈的就不要瞎溜达了。这种病毒没有特效药，如果被感染的话，关节会疼到你怀疑人生。博主喵大人表示，他前几天刚刚染上疾控肯亚热病毒的时候呢，腰是很痛的，胸口是很闷的，胸部是胀的，整个人没有力气。他说，这个病毒和人的体质没有关系，因为他经常锻炼，虽然体质不错，但也感染上了。这个病毒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所以大家出门时一定要做好防范。我现在还是在发烧呢，每天的话最少发烧2次到3次，发烧的过程的话是最少都要2-3个小时以上。这个发烧呢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发烧的话，脑袋是特别疼的，它跟咱们普通的发烧是不一样的。咱们普通发烧的话，睡个几天就好了。我这个的话，现在都已经9天了。但是我来医院住院的话，才住3天啊，才来医院3天，但是还没什么好转。博主表示，现在没有特效药，住院也没有什么用。医生打针只是为了提高病人的免疫力，或者打一些退烧药，但是没有啥用。然后他还会发烧，打针只能顶几个小时，然后他还会再发烧，发烧后脑子特别难受，像爆炸似的，一般人都是顶不住的，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个疾控肯亚热主要攻击的是人的各个关节，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瘫痪和死亡，而且20%的患者他会转成慢性关节炎，疼痛可持续数年，甚至会丧失行动力。我是有点关节炎的，没有关节炎的人他是不能够体会关节疼痛的那种痛苦。就是我大夏天有时候因为天气太热，你又不得不开空调，我都要在膝盖上贴一个膏药或者是带一个护膝。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体温是39.3度，从昨天晚上10点钟开始发烧，一直烧到现在都没有退烧，比较难受，比昨天晚上要难受。到昨天晚上4点钟睡着了一会儿，4点睡到5点，5点之后又浑浑噩噩的睡到现在，估计不到2个小时的睡眠吧。现在全身的关节有点酸，有点软。我现在基本上是好的差不多了，一开始就18号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皮上面有起那种红疹子，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因为平时并不这样子。第2天就发现手上的红疹越来越多，我就觉得很不对劲了，就马上来医院去检查。因为我平时会去了解新闻，我当时发现起红疹时候，我也怀疑过是不是这个，所以我就马上来医院看了。看完之后发现他吃完舌头确实是个阳性的，我就直接留院观察。进院之后，他会有一点点症状，会有一点关节痛，像我是手指这个地方。女病人提醒说，夏季多待在阴凉的地方，不要去潮湿的河边或者是有抽水沟的地方，不要多待，快点走开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。千万不要来佛山顺德，最近的疾控肯亚热病毒已经上达了3000多例了，
你看我们家里也好，公司也好，每天都有居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会上门来做宣传，还会帮我们做积水处理，做相关的垃圾清理。尤其是顺德这个地方，人口又比较密集，风险真的很高。还有那些在农村生活的姐妹，你们一定要做好防蚊驱蚊的相关防护工作。这次真的很严重，如果你发现身体有不适的时候，一定要及时就医。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。昨天晚上下棋，我的街道的工作人员突然闯进来，问我有没有中火，然后就打着手电筒仔细检查，认真的态度让我感觉到害怕。幸亏是有惊无险，并没有把我这些果树给搬走，但是底下的托盘是不能放了，害怕有积水、万恶的蚊子。博主提醒说，大家要注意阳台的花盆托盘，厨房跟卫生间都要尽量保持干燥，不要有积水。出门穿浅色长裤，不穿深色衣服，尤其是不要穿黄色衣服。黄色衣服在夏天特别容易招蚊子。出门一定要在裸露的皮肤上喷上驱蚊液，做好防护。鸡孔肯亚热跟新冠病毒不一样，我们还没有拿到人传人的证据，但是这个病毒是通过人闻人的方式传播的。有专家表示，虽然病毒不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，但是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可以通过蚊虫叮咬扩散至他人，形成社区传播链。多数患者症状较轻，通常可以在1-2周内恢复，但是婴幼儿、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，甚至会危及到生命。目前呢，全球有119个国家都发现了鸡孔肯亚热这种病毒，550万人正面临感染的风险，而且呢，至今没有疫苗和特效的药物。虽然起源于南方，但是北方也已经出现了病例啊。皮肤外科郭秉辰医生表示，鸡孔肯亚热这个名字是来自于非洲的一个土语，意思就是弯腰驼背。得了这个病之后呀，关节疼的让你直不起腰，要警惕这个发病的信号。潜伏期1到12天，突然高热超39度，发热1到7天内可能伴有寒战啊、头痛啊、全身酸痛啊，2到5天之后出现皮疹，躯干、手脚长满红色的疹子，退了之后还能出现蜕皮，手腕啊、脚踝啊等等这些关节剧疼，按的时候疼到钻心，部分人疼几个月甚至变得畸形。郭秉辰医生表示，以下这些人群是最危险的：婴儿、65岁以上老人、有糖尿病、冠心病的人可能发展成重症，甚至会危及到生命。消灭蚊子是关键，别去草丛、灌木丛这些地方久留。那么什么人是蚊子的目标呢？爱出汗的、喝酒的、不洗澡的、穿深色衣服的这些人最招蚊子。注意啦，东莞今天下午4点到7点，全城一起灭蚊。为啥？现在正是蚊子最嚣张的时候，登革热、鸡孔肯亚热这些病都靠他们传，咱得抓紧动手，全市统一消杀。工地、市场、学校、养老院这些地方都得上，家里人也别闲着，蚊香点起来，积水倒干净，死角清到底，一起搞个防蚊大扫除，把蚊子一锅端。如何预防鸡孔肯亚热呢？防疫人员介绍，成蚊一般会在绿化带里或一些杂物堆里栖息，所以我们要先把成蚊给消灭掉，然后重点就是消灭它的幼虫。那幼虫怎么灭呢？跟我们去现场去看一下。像杂物堆里面呢，很多这种瓶瓶罐罐，包括饭盒之类的，你倒掉了吗？这里还有好多积水，你倒掉了吗？下水道的积水你投药了吗？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地方，比如说这个竹筒里面我们砍掉了一半之后，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积水，那像这种积水我们是没办法去倒掉了，那我们只能用这个灭蚊的颗粒剂去投洒就可以了。为针对鸡孔肯亚热疫情的持续扩散，佛山市政府于7月29号晚间在官方网站上发布通告，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级响应机制。该响应体系共分为4个等级：1级特别重大，2级重大，3级较大和4级一般。3级代表疫情已达到较高的警戒水平。随着疫情防疫措施升级，顺德区已经重新启动核酸筛查工作。此举引发不少市民在社交平台上表达惊讶与担忧，又开始排长队了，是不是又要隔离？会封城吗？不会要天天戴口罩吧？根据红星新闻报道表示，顺德区乐从镇多位居民证实，他们已经接到通知，将于7月29号到31号期间进行为期3天的鸡孔肯亚热病毒核酸检测。
佛山网友张张7月30号发布视频表示，自己感染鸡孔肯亚热病毒，在医院隔离治疗，虽然症状已经不严重，但仍然不让出院。视频显示，病床区已经满员，每张床都配备了蚊帐，既是为了防蚊，也是为了加强隔离防护。大厅里，病人们或坐或躺，有的在看电视，有的在休息，整体氛围虽然紧张，但仍保持秩序。医护人员和警察在现场值守，确保医疗流程和安全管理得以顺利进行。另外一位患者网友发布视频称，自己在顺德龙江医院验血检测，被强行困在医院不让离开。有病人说，发热验血之后7个小时出结果之前不让走。请问一下，这种政策是谁决定的？100多人困在一个空间，本来发热就可能是病毒传播体，谁能确保这个空间里没有蚊子？如果这里有一个病原体，有一只蚊子，后果会是怎样？谁能负责这种决定？评论区有网友说，当年核酸检测不也是这样扎堆的吗？近期，佛山展开了大规模的灭蚊防疫工作，出动灭蚊突击队进行地毯式消杀作业，甚至出动了大批的武警灭蚊。在顺德北滘镇集结376名消杀人员，对重点区域进行了饱和式围合消杀。南海区更是深入了290个社区，展开翻盆倒灌、清积水等防蚊行动。有网友认为这是在搞形式主义，部分社区居委会未经居民同意强行进入住宅、更换门锁，甚至对拒绝配合的住户实行断电，并将其列入黑名单。7月28号，一位佛山山水区西南街道居民在小红书发帖称，因为家中无人，西南居委会在进行鸡孔肯亚热防疫检查时，直接撬锁进入其住所。该事件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与讨论。帖文中介绍，我家有一套没人住的房子，今天物业说查积水灭蚊，没人在家，就直接把原锁芯给搞坏了，换了个新的，让我去居委会拿钥匙。结果新锁芯还很难用，我想问，这种情况是被允许的吗？还是有多紧急要破门？这是为了完成任务的懒政现象吗？之后，该网友在另一个贴文中说，居委会说需要纸质证明，他们现在去申请，意思是开我门之前没有任何的文件背书。该网友还说，他们小区还有几户人家也是一样被强行换锁新进的门。7月25号，佛山市桂城区针对部分拒绝配合入户排查的出租屋进行了断电处理，涉及住户包括东二社区的2处住所，分别位于中心村 B 区9巷某号和6巷某号。相关人员因未配合防疫工作，被列入人居环境整治红黑榜的黑名单。此举引发社会关注，很多网友质疑措施是否严厉，留言回来了，疫情那3年又回来了。当局重新启动病毒核酸筛查，并且组织市民进行抽血检测，使佛山一夜之间仿佛又回到了新冠疫情的防控阶段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不安。有视频显示，佛山居民开始排队抽血检测，防疫人员提着喷雾器四处喷烟消杀。为了应对疫情，当地政府已经指定53家医院作为定点的治疗机构，并将防蚊隔离床位提升至了7000多张。网友广东李小姐27号发布视频表示，我今天发烧39度，为预防鸡孔肯亚热抽了3管血，要等待3个小时才能出结果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又有新冠的感觉了，防蚊子为什么要抽血呢？有网友证实抽血检测是官方要求的，是真的。我佛山现在严重，我这上班的地方都有1个人得到了，去30多个警察，天天跟着他。前几天我家儿子都去抽血了，现在去到医院感冒了，就一定要抽血。有网友表示，人们恐惧与反感的早已经不是蚊子，而是那些挥舞着电蚊拍把人民当作监控对象的中共政府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